大家好，我是 FCG RJ。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是算是有点久没有做的主题啦，就是那个断点的影片啦。那是选了近几个卡包里面大家比较可能不太熟悉的3个主题呢，分别是零售，然后还有这次新卡包有增强的这个幻想魔跟这个霸王幻咒。好，那首先是上一个卡包的这个零售啦，那基本上就老样子，虽然我觉得已经讲到烂掉，但老样子就是，与其你在这边听我讲，你不如自己去把这3个卡组玩了，玩了你就自然会知道就哪边吃坑痛，该断哪里之类的。不过我相信大部分会看这个影片，就是因为我没时间，所以想要看我简单的讲一下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想要断哪里的话，首先就懒人包你基本上就是记不起来啊，所以没什么用。那先跟你们讲一下零售的运作。好，那零售分成这个精灵兽就是兽，然后还有这个灵兽使就是人，然后像雷拉比较特别，他是人也是兽，他是精灵兽使，对，然后这个韦因达也是精灵兽使，然后其他大部分都是人啦，对，好。那额外的话，为什么要分人跟兽？是因为额外的很多都是要用人跟兽去出的，像是这个雷音是要用灵兽使加精灵兽，所以就是要一人一兽啦。简单来说，就这些要合体的都是要用一人一兽去合体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解体的话也一样，解体的话只能解，就是它解体基本上也是一人一兽。这个是Link 2，那 Link 2它要发3效果的话是要从除外跳一人一兽的。对，然后这个雷音也是一样，它解体是要除外有一人一兽。那这个野兽龙哦，它不一样，它是跳一只灵兽怪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它额外也可以跳。嘿，好，那灵兽的这卡组比较复杂啦，所以很多人说实话也不会玩。那简单讲一下，你应该要怎么去做打断哦。那刚前面讲过它卡组运作系统，它基本上就是靠那个来回刷除外的资源，然后用一直反复刷这一只雷音，那雷音的检索效果跟这个2效果解体效果去把 link 值变回来，然后找资源，对，然后去往上叠 link。那终端会做这个 link 4，然后有时候会有这个大火狮，那火狮就是那个可以一直扛的，对。然后主要主抗还是这个泥碎魔兽跟后台的这个连气，对，这个陷阱。然后这个陷阱的话是炸卡，然后它是非指定炸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它是只能炸怪兽，对，终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Link 4，然后泥碎跟连气这样子，有这三个是最常见的主抗。对，好，那讲回来就是你有手坑的话，应该要怎么丢？首先是无效系，对。无效系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交雷音或是这个企鹅，就他一通招你就直接给，这是一种交法，可以考虑。但假设因为无效系有分校分跟炮影嘛，那炮影其实是可以留到自己回合去丢的，然后校分只能在对手回合丢，所以校分的话，我的建议是基本上看到对面出动可以缴就可以考虑缴了。那假设对面是什么2卡开，比如说什么长老雷音这种的组合的话，可以考虑。看往后扣吧，你看你能不能丢到这种，就是它不能解体的这个 Link 2，或是它没有护航的 Link 2，这个可以考虑啦。但校分就比较烂一点，所以没啥办法。那炮影的话，最好是他如果一卡攻的话，你可以赌他停，你就可以直接炮赌他停。但你也可以靠他自己回合，就是去炮泥碎魔兽跟Link 4之类的。因为刚前面有讲到，其实灵兽的档不多，就是只有Link 4泥碎魔兽，然后连气，最多再多一个小叶，大概最多就这样子吧，不会再多了。嘿，那假设他是做那种大新翼的话，你也可以扣到后面去泡他的大新翼，这是一个想法。嘿，你们可以考虑这样。然后灰的话，基本上是交给这个雷拉特招的这个效果，它3效果有一个被除外的话，可以拉牌组一只怪兽。灰基本上就是交这个效果，然后瞬移其实也可以考虑交，因为一般遇到瞬移先开的，通常它牌很烂，那你这边直接挥的话，灵兽比较少带劈头的，所以你直接挥大部分都会成功。这样，
然后这个长老千万不要再泡了，这个卡片召唤就会适用，它会追加一次可以通常召唤灵兽，这个召唤就适用，所以你泡灵它也没有用，不要再泡长老了，泡长老真的不是人说出来的话，好不好？懂的人不要再误导不懂的人了，这样真的很坏。OK， 好，那雷音的这个检索效果也可以考虑给灰啦，假设你是灰单卡的话，对，因为假设你挥单卡，然后你又挥不到雷拉特招效果，那你其实可以考虑挥雷音的那个检索效果，就多少会缩小到它的场面啊，就它少减一次，其实多少都有用。假设它是2卡动的话啦，就你挥可能挡不住，但至少有缩小到场面之类的。那你假设你是天杯龙，你也可以考虑扣挥，你赌它是带大蜥蜴的，但我觉得现在带泥碎比较多，对啊，你扣挥的话，你可以去阻止它检索大蜥蜴，这也是一种思路啦。然后打灵兽有一个点要注意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张卡片它的效果在怪兽区域，它会帮其他灵兽抗指定，所以它只要在场上，你就不能指其他灵兽，你只能指它。这个是不懂的人最常犯的错误，就是校班炮影在很奇怪的时间丢，然后被这个东西直接抗指定。对，这东西是会抗指定的，就是他在场上你就只能指他这样子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卡组的话，雷音跟这个企鹅是出动啦，然后长老的话，有长老在就不太好听，那就会变成2卡动这样子。好，那灵兽部分大概就这样吧，就简单讲一下而已。那还是推荐大家至少可能去把效果看过一遍，你会比较熟悉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进到这个霸王幻咒的部分啊。纯幻咒感觉玩的比较少，我就不讲了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。对，然后基本上你看到纯幻咒教那几个点应该也都不会太错了。对，然后霸王幻咒的话，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旧的霸王体系加幻咒，那本质上其实还是霸王。就幻咒是提供奇劈加上前面可能护航。或是就骗坑这样子，就幻咒会多很多动点。懒人包霸王幻咒要挡哪？就是首先这东西固定音型，这个是必挥的。这卡片就是幻咒的烙印融合，所以你就是要挥它。当然它可以，就它没有一回合一次，所以有点烦。但是这卡片基本上就是要挥。对，然后通招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教挥跟无效的。那有挥的话，可以考虑先教挥。它后面有补点再教无效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巴哈这个卡片不吃灰，就因为巴哈有一个2效果是它不会吃灰，对，它运作就是这样，就下这个，然后抓这个，然后这个会抓融合，然后融合就可以把这个跟这个4跟5融合成巴哈，然后这2个的效果会让他们2个会贴回 P 区，所以它就会起颗，然后再要场上巴哈，然后巴哈进场又会带一只怪。然后这样场上有2个怪又可以出轨迹或者出其他卡片这样子，就会有素材。然后巴哈又可以巴哈可以复活，就是他进目可以复活目的他以外的一个幻咒，就可以把4拉回来之类的。所以就是他这个走幻咒这边就是提供很多场子啊。所以假设有无效跟灰的话，是可以考虑交这个上面的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他假设他下这个。再贴这个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挥这一张，就这张也是可以挥掉的。好，那假设它是霸王边开的话，如果是灵庙开，我灵庙跟鱼埋我之前会考虑挥，因为以前是霸王魔术师嘛，那你让他卷龙抓到门，他可能起劈了就变成很难那个，就你就很难挡住了。以前是这样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因为没有魔术师在那边，然后。其实霸王幻咒能劈的怪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觉得假设他灵庙开的话，你挥其实可以考虑等到后面去给那个轨迹，对，然后无效的话也可以考虑给银晶，就挥跟无效是可以考虑往后扣，就去盯着轨迹跟银晶去丢这样子。假设他是灵庙开的话，那通招的我建议直接给，因为通招的话其实不好补点，就他要补其他东西其实不好补，所以通招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丢无效跟挥，就这个东西亚龙。因为其实只有亚龙是重点，其他都算是2卡动啦，就是你都没有什么必要特别去教坑，你都可以等到后面去给那个轨迹跟银晶这样就好了。那这卡组做完的话，基本上是神功 IP， 然后 S 龙跟风雷龙怪兽阻抗1只怪兽，风雷跟这个 S 龙是
就3色档，然后 IP 是加速小叶的。那最后是幻想魔，那这个主题的话就是个融合主题啊。那这次增强的是这个换货间隙，就幻想魔现有做场的目标基本上就是会做一个这个，它会掉你一手，然后场上会留一只。有可能会留，有可能不会留，大部分情况下会留有意换兽奇美拉的名，这样它目的就有这个进阶的阻抗跟一个抗指定，然后在你回合会有一个2速的融合，就是去出我们老朋友守护者奇美拉可以抽牌加炸卡这样，然后 MD 的话一般都会用这个，就是用这一支的效果去复活暗结界项，然后它是2速的，就这个复活是2速的。所以它会在你的回合复活暗结项阻抗你，就这卡组基本上做的就是这件事。具体来说要挡什么？首先它的出动点是这几张，就见习是出动，然后这个进剑也是出动，然后这个东西玉米田可以抓出动，然后这个幻爪之王也是出动，对，然后大概就这样吧。那补罪也是一个检索，那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去挥补罪，这个不要挥，因为这个就算抓了可能也不一定会动，所以这个不要去管它，除非你知道他手牌有什么，就你对这个牌很了解，然后你知道他这边补罪过了你会爆，对，那你就可以考虑挥补罪，不然一般来说忙的状况下不太会去挥补罪，好不好？那再来是有挥的话基本上可以给进剑，就进剑这个卡片它是2速的解放，所以不要去无效它，真的拜托，对。那这个卡片它一解放，你就可以把它挥掉，因为它会少一个怪值，很亏。对，所以有挥的话就交到这个上面就不会有错。然后还有这2张卡，就这个卡片，它如果通招下来的话，无效跟挥一般都会考虑直接给。对，不管你是哪一个。对，那假设你是挥加无效的话，可以考虑先交挥，因为你交无效有可能会被他用手上的速攻融合躲掉。就他这边本家是有一个这个速攻融合的，那你是有机会被他躲掉，所以假设你是无效跟挥的话，这个东西可以考虑交挥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同理，它是5星的嘛，但他一般会用这个进剑拉出来，所以你有挥的话，你应该会挥进剑。那所以这东西基本上就交无效，当然你有挥也可以交这个啦。假设他用其他方式出场的话，因为他召唤特招都可以发，对，那这个召唤特招就会减2张，会减这个加这个，那他就可以去发融合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挡，就基本上看准这3张卡片挡就可以。那玉米田不要管，就因为他是去抓这个，那他抓的卡片你后面都可以挥，所以为了避免是他是那种重复的手牌，你就不要去挥玉米田。然后换货也一样，换货可以不用管，因为他抓的卡片一般来说你也都可以用手坑再去做处理，对，不会有你不丢换货你就丢不了手坑的问题，对，基本上不太会有，所以我觉得换货也可以不用管，所以基本上懒人包就看着这个，然后这个跟这个去做交阻抗，然后指明者打这一步是特别有用，不管你是在自己回合去指他的深渊结界项，就是他这个东西会在你2回合，他在目的有一个效果，就是可以在你回合2速拉卡片，那就他。比较常见的就是 MD 的话都会做这个暗结界项，然后他会先堆进去墓地，先用这个东西或是熟女把它堆到墓地去，然后在你的回合把结界项拉起来。所以你有纸的话，记得扣给那个纸去指这个结界项，不然你假设你不是按主题的牌组，你会对直接挡击，很跳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然后额外的话，这个东西会掉你一手，但对没啥办法，你也不用尝试去挡它，没啥必要。然后进剑跟这个玉米田这个卡片，它在墓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挡，就是它场上有意幻兽奇美拉的话，它可以康你一次场上发的怪效。那这一只跟这一只，它在场上和墓地都视为有意幻兽奇美拉，但他们假设吃了无效，他们就不会是有意幻兽奇美拉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大哥啦，还有大哥，不止那样子，还有大哥，就这3只在场上目的都是会有意幻兽奇美拉，然后它就会让这个进剑跟这个玉米田有挡。那玉米田是抗指定，所以它假设它是起手先玉米田，然后开融合，直接出这个2个6星的话，那接下来它就有抗指定的护航，这个你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交坑的时候特别注意，就可以考虑不交了。你只要以他场上的卡为对象发效果，他就可以扛，比如说什么宇宙炫也可以扛，虽然 MD 比较少宇宙炫哦。OK， 好，那幻想魔族还有一个特色是，你只要看到他种族是幻想魔族的，基本上他都打不掉你的怪兽。
就它有一个2效果，就这张卡跟怪兽进行战斗的状况下，那2只不会被战破。对，那基本上幻想魔族都有这个效果，所以它有一堆轻发。这个假设你是玩天杯龙的话，你要注意，就是它的怪兽很多只都打不死了。这个，然后这一只也打不死，这个也是。额外好像没有吧，有点忘记。这个牌组我玩了几天，我觉得这版还不错啦，就还可以。但我自己操作还不是很熟练，所以可以要再熟悉一下。我自己觉得它应该是这一版的潜力股。那幻兽霸王发挥的没有想象的出色吧，我觉得。反正七美拉还好一点，说实话。对，那天杯龙的话，你就去看我天杯龙教学。你把天杯龙的那个教学看一看，你懂了天杯龙，你自然就会对付它了啦，好不好？那假设你们真的很需要知道天杯龙怎么对付，你可以在里面就留言，我下一部影片考虑出。但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对，因为搞不好你就是对付不了它，它就是真的那么强。OK， 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吧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